我是伺候皇上沐浴的婢女，可近日伺候皇上时，我发现他很奇怪。青柳姐姐，皇上的指甲昨日不是才剪过，怎么今日又长这么长？嘘，闭嘴！正常人背后怎么会长毛？而且皇上的四肢瞧着也太僵硬了，刚才起身的动作怎么像极了传闻中的……脑袋不想要了，还不闭嘴！这青皮黑长毛、僵硬的四肢，简直像极了传说中的僵尸。青柳，你可知罪？竟敢偷拿娘娘的发簪，我看你是活腻了，存心找死！刘嬷嬷冤枉啊！昨晚是苏微微……住口！来人呐，掌嘴！这是苏微微给我设的局。昨晚她假传贵妃之令，命我打扫侧殿，我虽心有怀疑，却不敢违抗。结果今天那只绿魔蟒花簪就丢了。住口！再敢污蔑罪加一等！贵妃娘娘吩咐了，拖下去打个30大板。自明日起，你便是夜香婢。奴婢谢贵妃娘娘赏赐，谢刘嬷嬷教导。这人怎么回事？竟然不求情了！哼，算你识相，带下去。这贴身伺候皇上沐浴的差事，从今往后就是我的了。青柳，你就在那最肮脏的地方等死吧。夜香婢的居所又偏远又安全，真是正合我意。青柳，你要的药材弄到了，那可是上好的成色，把你攒的那些银子全搭进去了，你可别死在屋里。死不了。苏微微，你费尽心思抢走伺候皇上的差事，很快你就会知道那是通往地狱的路。皇上的怪异是从3个月前开始的，真是奇了，皇上的指甲怎么长得这么快？昨日刚剪过，今日又长出一大截，这指甲怎么漆黑，长得害人？嘘，少说话。皇上这是病了吗？如果是生病，那是什么奇怪病才会让人变成这样子？皇上这皮肤摸着越来越凉了，跟冰块似的。干你的活！皇上的龙体也是你能妄议的。大人，奴婢有个亲友在老家得了个怪病，皮肤变得清白，还长出又粗又黑的长毛，指甲剪了又长，邪门得很。您见多识广，可见过这是什么病？照你这么说，你那亲戚哪是生病，这是要尸变了。只有僵尸才会青白皮、长指甲、长黑毛。听我一句劝，赶紧请个道士做法吧。敢问大人，这僵尸还有什么别的特征吗？这僵尸啊，只能跳不能走，所以他们的关节处非常僵硬，手脚僵直，更是弯不下腰。莫非皇上就是？你说什么？奴婢是想问大人，这僵尸还有什么特点？没什么特点，不过这僵尸会传染，一传十，十传百，遇到了就赶紧跑吧。小太监说的没错，皇上果然是僵尸。我要赶紧离开这里。瞧瞧，那不是以前伺候皇上的青柳吗？如今竟沦落到这地步，可怜劲儿的。唉，嘘，你不要命了？现在苏微微姑娘才是皇上面前的红人，她发过话了，谁要是敢帮这贱人，就是跟她过不去。哎呦，这哪儿来的臭味啊！真是熏死个人了。有些人天生就是这种贱命，哼，活该跟公统过一辈子。快了，等攒够了东西，谁也找不到我。大婶，还有剩下的饭食吗？哪怕是锅巴也成。没了。苏微微姑娘说了，要节俭，剩菜剩饭都喂猪了。你来晚了，就等着明天吧。姐姐们行行好，看在往日的情分上，能不能允我一口？拿走拿走，别让别的人瞧见。
快趁热吃啦！今天这饭菜我实在是吃不下了，剩了这么多，倒了也可惜。绿萝，我都明白，这份情我记下了。姐姐说哪儿的话，在这宫里也就你把我当人看。绿萝，对不住，我现在只能吃你的饭。我手里的银两必须留着去做更重要的事情。走快点，冷宫那边阴森森的，谁爱去那儿触霉头？就是，反正那儿连个活人都没有，走个过场得了。没妃子，没下人，也没人来打扫，这里就是宫里最安全的地方。1、2、7个主殿，侧房也有10几个，空间倒是够大。这里可以存放粮食，那里可以住人。宫墙这么高，没绳梯根本进不来。这大门也够重，足以挡住外面的冲击。如果那只是我的臆想，我这辈子也就到头了，老老实实当一辈子夜香师，永无出头之日。可如果日后真的会有僵尸，这里就是我唯一能活命的地方。那张脸绝对不是正常人的脸。清流，这么晚了还不睡，在那儿抠搜你那几个子儿呢？婶子，这宫里没钱，是万万活不下去的。这20两是买命的要钱，剩下的还剩60两。这些年我省吃俭用，除了填饱肚子，一个子儿都没敢乱花。你这丫头攒这么多钱做什么？咱们这当奴才的，生老病死全看上片的眼色。婶子，我是怕死。当初我爹娘为了几袋粮食把我卖掉，最后扔进了这皇宫里，一待就是30多年。谁家不是这么过来的？以前我是怕饿死，所以拼了命的想往上爬，可现在我真的怕死。婶子，你说，万一这宫里有些贵人不是生病，而是变成了怪物，那咱们这些人是不是连个全尸都留不下？哎呦，你个死丫头，这种掉脑袋的话也敢说！赶紧睡你的觉。一传十，十传百，如果真的到了那一天，谁也救不了我。我必须准备食物、药材、水源，我不能死在这场噩梦里。这60两银子是我30年的命，要是那小太监只是胡诌，我这一撒手，以后就真的只能死在公桶边上了。再等等，只要他再变一步，我就立刻动手，哪怕倾家荡产，也得把冷宫填满。瞧他那窝囊样，当初在御庭那股子机灵劲儿哪儿去了？被打了30大掌，魂儿都散了吧？现在跟个哑巴似的，苏姑娘都懒得再找他晦气了。芝儿姐姐，多日不见，您这气色是越来越好了。这是我以前托人带的好货，一直没舍得用，给姐姐添个彩。清流，哎，当初咱们一起在店里伺候时，你多风光。真是世事无常啊，能保住命给主子倒桶，已经是福分了。姐姐，您这胭脂收着。我这次来其实是想问问您一件事，看在往日的最后情分上，你讲吧。我就想问问，皇上最近龙体可还安康？是否有哪里不太寻常？姐姐，您千万别误会，我清柳如今是什么名声，自己心里清楚，断不敢再想回御殿的心思，更不会做那些肮脏的法子。我只是，我在被赶出来之前，就觉得皇上那时候的状态有些不对劲，怕万一皇上龙体欠安，咱们这些伺候过的人，将来也落不着好。
我这心里一直悬着，连觉都睡不踏实。也是，在这宫里，主子要是倒了，奴才确实没好果子吃。罢了，既然你想知道，我就告诉你。你的确说对了，皇上最近龙体非常古怪，他现在特别的畏光。皇上命人将蜡烛尽数熄掉，只准留那么3-2盏残灯，整个大殿昏暗的跟阴曹地府一样。摸着黑，我们这些干活的深一脚浅一脚，连有没有伺候干净都不知道。而且有一回我大着胆子借着火光瞧了一眼，皇上那瞳孔似乎变得有些白，像是蒙了一层灰翳，看着死沉死沉的。不对，我说这些干嘛？清流，把这事儿烂在肚子里，要是传出去，小心你的脑袋！畏光，瞳孔泛白，那小太监没胡说，是真的，是真的。我必须赶紧行动，就在今晚。站住！说你呢，那个穿青衣的，耳朵聋了吗？哼，我当是谁呢？大老远就闻着一股子洗不掉的宫桶臭味。哼，原来是你呀，青柳。见过苏姑娘。这数月不见，青柳姐姐，这刷宫桶的感觉怎么样啊？灰姑娘，感觉不好。不好就对了。青柳，你还记不记得进宫期你就永远压我一头，主子赏赐你先拿，差是你挑好的，现在反过来被我踩在脚下的感觉怎么样？看你这副样子，让你干这种下贱的活，你竟然连句怨言都没有，无动于衷的，果然是天生的贱胚子。姑娘教训的是。既然你这么喜欢刷宫桶，那从明天开始，我房里的宫桶也一并由你负责吧。这恐怕不妥，奴婢的住处太过偏僻，与姑娘的宫殿相隔甚远，来回往返太过不便，还请姑娘体谅。体谅？本姑娘让你做事是抬举你，这事就这么定了。若明天见不到你过来打理，就让刘嬷嬷亲自来教你规矩。横跨半个皇宫，确实累人。可苏微微是负责伺候皇上沐浴的，她的宫殿就在御殿附近。如果皇上那边真的出了变故，我在苏微微宫里进出，定能比旁人更早察觉。不能再等了，从明天开始，必须认真准备好日后的打算。青柳姐姐，你这可是下了血本啊！不过我就纳闷了，你买这些二手棉衣、旧被子也就算了，还要这么多粗盐、灯油，甚至连劈好的柴火都要。这宫里哪样不比这些强？这宫里的东西虽好，却不属于我。在这儿干活，手里没点实在家伙，心里不踏实。油盐都齐了，那些耐放的土豆、南瓜和萝卜，还有收好的大米、糙米，都弄到了吗？都在这儿呢。这红土南瓜沉得跟石头似的，够你吃上好一阵子了。不过姐姐，你囤这么多粮食，就不怕发霉？这就不用你操心了。青柳，你这又是捡的什么破烂？放着好好的宫桶不刷，到这儿做起农活工具了。不过是闲着无事，给自己找点消遣。省得胡思乱想。
这块地的土壤还算肥沃，翻新几次，种上菜就能自给自足。有水有粮有土，只要我不出去，这里就是谁也闯不进来的活命地方。第12套，还剩最后2弹。这冷宫里终年不见阳光，像个天然的冰窖。粮食放上几个月也坏不了，只要熬过这2个月，命就保住了。清流姐姐，你快吃！你最近都瘦得脱相了，是不是嫌我带的饭不够？明天我再去厨房多要点儿，哪怕被他们骂我是好吃鬼也认了。绿萝，你给的够多了，是我自己胃口小。苏薇薇这边的桶谁刷的？还能是谁？绿炉这闷葫芦，大清早自己跑过去，一句话不说就给干完了。哼，真是天生的劳作命。绿萝，如果我说，在不久之后会有一场大灾难降临到所有人头上，你会相信我吗？清流姐姐，我相信你。所以，你才每天半夜都偷偷往外送东西吗？你发现了？我不知道清流姐姐你要送去哪儿，但我绝对不会对外人多漏一个字的。你放心好了，我嘴巴很严。这丫头实在让人安心，我让她买什么她就买，从不乱问。绿萝，到时候跟我走。她既信我，便多备一份口粮。绿萝，抓紧绳子，别往下看，翻过去我们就赢了一半。姐姐，我怕。别怕，抓紧了。最后这几袋也进来了。绿萝，亏了有你，2个人干活确实比我1个人快多了。咱们快点回去吧，别让人起了猜心。听说了吗？皇上病了。不是说昨日还好好的，在御花园吗？说是昨夜突然染了风寒，今儿早朝都没去，这会儿还在寝宫里歇着呢，谁也不让进。风寒，恐怕这回不是风寒那么简单。清流，你瞧瞧你那蠢样，这就是以前皇上夸过的机灵劲儿。我看你是真成了个猪脑子了。姑娘饶命，奴婢笨手笨脚，冲撞了姑娘。罢了罢了，看你这副蠢相，我气都气不起来。当初我还真是高看了你，原来真是个自甘堕落的蠢货。苏姑娘，奴婢这酒可是托了大人脉才买着的，专门孝敬您的。算你有心。清流，你现在知道跟着谁有肉吃了吧？那当然，跟着姑娘您才有前途。对了，奴婢刚才听闻皇上病了，姑娘您可是贴身伺候皇上沐浴的，定知道内情吧？苏姑娘，您现在可是皇上跟前第一得脸的人。唉，奴婢在下头听说，皇上近日因为风寒免了早朝。哼，奴婢这心里也跟着悬着，只是咱们这种身份哪里懂里头的深浅？姑娘您是天天守着的，肯定知道一二吧？那当然。你以为我像你一样没用？哼，连主子什么时候心气不顺都瞧不出来。我跟你说，皇上最近也真是怪。
如今沐浴时，别说百盏红烛了，哪怕是一支蜡烛都不准点了。那大殿里黑黢黢的，冷得像冰窖。怪也怪也，还不止呢。皇上最近特别喜欢在沐浴时用膳，那膳食端上来时，拿盖子捂得严严实实。可我离得近，闻着那味儿可腥极了。那味道一点都不像什么山珍海味，倒像生肉。这些隐秘事，你这辈子都听不着吧？在这宫里，只有我才能知道，也只有我能伺候得了现在的皇上。不准点的吃生肉，他已经不再是人了。不能再多等了，哪怕只有一线生机，我也要随时准备跑路。你们听说了吗？昨晚上浣衣局的小翠也被领走了，说是太后亲笔批的，许她归乡探亲，还托了奴籍，从此就是平民了。这可是天大的圣恩呐！唉，入宫这么多年，我连家乡的土是什么颜色都快忘了。谁说不是呢？也不知道太后娘娘什么时候能轮到咱们。我也想家了，我那小兄弟不知成亲了没？青柳姐姐，太后娘娘最近怎么这么仁慈？要是咱们也能回家，那该多好！圣恩，绿婆，你醒醒吧！这皇宫里哪有这么多圣恩？失踪的人一个都没回来，一个报信的都没有。你真以为他们是回家过好日子了？那他们去哪儿了？估计已经遭遇不测了。那些东西专人为师，皇上已经变了。所谓探亲，是太后在给那个东西送食物。别听了，赶紧回去收拾东西。姐姐，我们现在就逃吗？逃不出宫墙死吧，就只能进冷宫。再晚一步，太后的圣恩就要轮到咱们头上了。2个月了，皇上已经整整2个月没露面了。外头大臣们上奏的折子都堆成山了。嘘，你不要命了？没瞧见太后娘娘已经垂帘听政了吗？皇上的寝宫现在连只苍蝇都飞不进去。青柳姐姐，你看，又是道士，这已经是今儿个进宫的第3波了。宫里都在传皇上病重，可请这么多道士做什么？管好你的嘴！不管寝宫里发生了什么，那都不是咱们能看的东西。姐姐，咱们把这大门钉死，万一被管事的发现怎么办？现在这宫里乱成一锅粥，没人会来这鬼地方。这大门多加几道栓，才算真的稳当。记住，只要听到任何不对劲的风声，咱们马上翻墙进来，再把这门锁死。姐姐，所有的东西都收拾好了。绿婆，从现在起，睡觉别脱鞋，耳朵竖起来，哪怕是一丁点不对劲，咱们马上就走。听清楚了吗？道士宗师进进出出，太后已经快瞒不住了。这最后的宁静，
怕是撑不了几天了。你听说了吗？昨晚上膳房的小顺子也没了，又是一个。管事的不是说是得了太后恩准，连夜出宫探亲去了吗？哪有这么多深夜探亲的？这几天只要一觉醒来，隔壁铺位就空一个。你说他们到底去哪儿了？绿萝，记住了，不管半夜听到什么动静，绝对不准开门，更不准半夜出去。听清楚了吗？清流姐姐，我知道了，你也得注意安全。这傻丫头！有什么了不起的？不就是碎了个碗吗？骂的那么难听。别出声。嘘，别动。一个就已经如此恐怖，若让这种怪物传染开来，一传十，十传百，整个皇宫都会沦为地狱。清流姐姐，刚刚那个东西究竟是什么？是不是鬼？僵尸。你现在明白我为什么让你买那些东西了吧？3个月前，我就发现皇上的身体不对劲，皮肤变清白，长黑毛，指甲长数疯狂，关节僵滞，那根本不是病。现在太后用那些失踪的下人去喂他，可只始终包不住火。那咱们怎么办？没时间了，再不走，下一个被恩准探亲的就是咱们。清流姐姐，我们现在就走吗？对，现在就走。太后连夜里的人手都撤了，说明她已经彻底控制不住皇上了。再留下来，咱俩都得死。收了梯子。外面的生死富贵，就彻底跟我们没关系了。清流姐姐，我到现在都不敢相信，这世上居然真有僵尸这种怪东西。别想了，那可是皇上啊，太可怕了。姐姐，你说天亮以后，外面会发生什么？不知道，但不管是血流成河还改朝换代，都跟咱没关系了。睡吧。姐姐，你听！救命！姐姐，幸好你提前看出了皇上的不对劲。要是咱们还在外面，人算不如天算。这种时候能捡回这条命就是万幸了。虽说荒凉了些，但胜在没有毒蛇。
绿萝，嗯，把这些枯叶都扫到角落里，以后烧火用得着。好。姐姐，外面吃你的面。墙外现在恐怕早已乱作一团，运气好的被那怪物碰一下，很快也就变成了怪物，去袭击下一个人。运气差的，恐怕此时正被几头僵尸按在地上，眼睁睁看着自己被分食殆尽，血流成河。这就是太后想要掩盖的真相。太后终究是聪明反被聪明误。姐姐，你说太后娘娘，她真的不知道皇上变成了那样吗？她怎么可能不知道？恐怕皇上刚开始变样的时候，她就发觉了。可皇上膝下无子，她要是死了，大一朝就得乱。再加上那是她的亲生骨肉。他舍不得杀，便找来那些道士，用秘术和汤药吊着命。谁成想，那怪物最后要吃的是人肉。太后为了儿子，把宫里的人当成畜生一样喂进去，才闹到了今天这一发不可收拾的田地。别发呆了，绿萝，把这些种子包好，找根粗点的绳子，吊到房梁上去。好嘞，一定要避开湿事，记住了。这可是咱们下半辈子的指望，往后能不能吃上新鲜菜，全看他们了。救命啊！有没有人？求求你们开开门，让我进去避一避！他们追过来了！大门早就被咱们用木板和铁顶钉死了，外面还有好几根木栓，他们进不来。姐姐，咱们真的不开吗？开了，死的就是咱们两个。姐姐，这风是从宫墙外吹过来的，那腐臭味越来越重了。1个月了，外面的活物越来越少，声音也小了，这味儿自然就大。别问外面了，瞧瞧这地，咱们翻了这么多遍，总算把土养肥了。之前的白菜吃的差不多了，趁着现在，把那白菜和韭菜种子都种下去。好嘞，只要这地里能长出吃的，再臭我也不怕。忙活了这么久，总算能收菜了。绿婆，今天咱们不凑合，好好庆祝一下。姐姐，咱们要动那些调料啦。真香啊！入宫这么多年，我还是头一回见着这么实在的酱料。奢侈这一回，只要这地里有产出，咱们的日子往后只会越过越好。香，真香啊！清流姐姐，这酱料又香又咸，光闻着这味儿，我能吃下3碗糙米饭。简直香得掉舌头。姐姐，你还记得我以前说我家那头小花猪吗？我小时候为了口猪肉，能满村子撵着它跑。
结果被我爹拎着扫帚追了3条街。你现在倒不像是以前那个3棍子打不出响的闷葫芦了。哼，话多的像麻雀。那是以前，在那帮管事姑姑手底下，多说一个字都挨嘴巴子。现在在这儿，虽然是冷宫，可不用看人脸色，不用忍气吞声，每天种地吃肉，我觉着比当御前红人还要滋润呢。是啊，有什么种什么，种什么吃什么。啊，没了那些繁杂劳役，每天睡觉都能笑醒。谁能想到这活命的地方，竟成了世外桃源。这杂草拔干净了，看着确实心旷神怡。青柳姐姐，你瞧咱们俩吃的白白胖胖的，走出去怕是没人信咱们是在冷宫里躲灾，反倒像在哪家富贵府上养尊处优呢。青柳姐姐，别光坐着，这些花落了地就可惜了。等我收齐了，回头给你做顿顶好吃的。真香，这味道比内务府那些名贵香料还好闻。绿婆，回头留点料干了，咱们做成香袋挂在帐子上，这香味一整年都散不了。好嘞。不过最要紧的还是吃。姐姐，你还记得我之前死缠烂打让你弄进来的那缸甜酒吗？记得，你这馋嘴的小姑娘，当初为了那缸酒，差点没把我累死在墙根上。那今天正好，我给姐姐包一锅桂花酒酿小圆子，保证香死个人。姐姐，咱们这日子过的，怕是冷宫外的那些娘娘都要羡慕了。那是自然，外头现在哪怕是金山银山，也没咱们这一口甜糕吃的安稳。姐姐，亏得你之前让我在秋天把这些杂草枯叶都收在侧殿里，不然这大冬天的，咱俩非得冻成冰块不可。这冷宫别的不多，就是荒地和枯枝多。咱们才收拾了一个院子，其他院里剩下的枝叶，够咱们烧一个冬天的，饿不死也冷不死。姐姐，快醒醒！姐姐，外面有声音。什么时候？刚刚，就在刚才。不怪你紧张，打从冬天头场雪下来，这外面就再没传进来过半点活人的动静。是啊，我还以为外面的人都已经死光了。不管是人是鬼，既然找到了这儿，就没打算放过咱们。姐姐，你退后，我来盯着。别怕，门后有木山和铁钉，除非他能飞进来。结束了。姐姐，这些堆高了，后面那些东西就更容易爬上来了，咱们得挪远点。挪开了再钉2块板子，只要咱们这道墙守得住，谁也别想进来。这是平安，这是归家。绿萝，识了字，以后出去了才不被人欺负。姐姐，你再给我讲讲那些奇闻异味吧，那个海中仙岛的故事还没讲完呢。好，讲完这个就睡。
咱们得攒足力气，明天还得翻地呢。这个店里有人吗？如果有人的话，麻烦你们应个声。我是皇上派来搜集幸存者的。我们皇上英勇善战，足智多谋，带领我们的将士战胜了那些僵尸。现在僵尸已经被我们统统杀光了，现在外面已经没有僵尸了。你们主动开门，可以成为我们皇上的子民，和皇上一同守护天下。姐姐，我们真的出来了。3年来，我没一天敢想，咱们竟然真的活下来了。绿萝，别只顾着哭，藏紧了那袋盘缠。两位姑娘受苦了，卑职奉新帝之命，在此等候多时。马车已备好，这就送二位去城外驿站，再转到江南。多谢大人。这宫里真的太平了吗？僵尸都被清干净了？那是自然。新帝神武带领咱们3000精锐杀回京城，那些怪物死的死，烧的烧。如今这宫墙内外已是朗朗乾坤。3000精锐，3年时间。大人，这宫里的怪物当初可是成千上万。当年太后为了掩盖皇上的丑事，拿宫人当畜生喂食，才养出那么大的祸端。如今天下太平，那些被咬碎的骨头，大人也是一把火烧干净了。新帝登基，旧朝的污秽自然不留痕迹。姑娘既然已经脱了奴籍，这些陈年噩梦还是忘了的好。上车吧，江南路远，咱们得走快些。这地方多待一息都折寿。不对劲，这气味太熟悉了。姐姐，你看那些田。停车！姑娘，此处荒僻，离驿站尚有路程，您这是何意？大人，这村里的人呢？田地荒芜，血迹未干。你说僵尸已尽数清剿，那这里的尸气，大人难道闻不到吗？姑娘是在宫里憋久了，多虑了。这乡下地方，杀鸡宰羊，或是积了些野臭，在所难免。听卑职一句劝，早些赶路才是正经。姐姐，他们过来了！大人，救命啊！绿萝，别过去！他们根本不是来救人的，他们被感染了。所谓的清小全都是放屁，他们是来引我们出来的诱饵。竟然被你这贱婢看穿了！拿下他们！太后有旨，凡冷宫幸存者，通通带回寝宫给先帝殉葬。殉葬？先皇不是平乱了吗？绿婆，咱们都被骗了，哪有什么平乱，全是骗局。太后当年根本没杀先帝，她不舍得亲儿子，竟用秘术强行压制尸毒，把他藏在宫廷深处喂养。后来失朝失控，他兜不住了，才编出个僵尸已除的弥天大谎，立个傀儡出来稳住局面。知道的越多，死得越惨。太后留你们一命，就是为了这一刻。他这是想杀人灭口，让所有知道真相的人都变成死人，好保住他那烂透了的江山。绿萝，抓紧我！今天就算是死，也不能回那个吃人的鬼地方。绿萝，快跑！
先帝，他竟然从宫里逃出来了！姐，姐姐，他真的放过咱们了。刚才他看他们的眼神，恨不得生吞活剥了。可看咱们的时候，倒像还认得咱们。他当然认得，他不是那些没脑子的疯将，他还记得谁是仇人。太后骗了全天下，最后连他自己都骗了。他以为立个傀儡皇帝，找几个人喂饱先帝，就能把这桩丑事藏一辈子。狮王一旦有了神智，这吃人的皇宫就再也守不住了。姐姐，你看，是狮群！先帝把他们都唤醒了，太后这回是真的完了。当初要不是苏薇薇那个贱人构陷，我也不会躲进冷宫。要是咱们晚走一步，现在怕是早成了先帝口里的碎肉。可这一切的始作俑者，从来不是变了僵尸的先帝，而是坐在慈宁宫里的那位。是太后的私心，是他的权利，是他把咱们这些人的命当成草芥。而且，这还不是最可怕的。先帝能在这个吃人的地方熬过3年，还能操控狮群，这皇宫最深的黑暗里，一定还藏着更恐怖的秘密。快把雪玉送进去！太后发疯了，说只有雪玉能镇住狮王。来不及了，道士全死光了，狮王已经冲进内宫，见人就撕啊！只有雪玉能暂时压制。快跑，否则咱们都得死！血玉，难道皇上尸变根本不是什么怪病，而是陷害？跟上他们！姐姐，咱们好不容易才逃出来的，现在要回去，那里面全是怪物，太危险了。危险也要去。绿婆，咱们得弄清楚，皇上到底为什么会变成那种怪物。如果不查清真相，就算咱们逃到了江南，万一那邪法再起呢？到时候还是死路一条。只有断了根，咱俩才能真正活下去。抓紧绳子，记住了，每一步都得看清了再踩。这宫里现在全是游荡的畜生，咱俩这是在刀尖上走。姐姐，他转过头来了。畜生，去死吧！别怕，跟着我，千万别出声。这还是皇宫吗？这分明是地狱！这还是皇宫吗？这分明是地狱！你看这些人的衣着，全是咱们以前认识的下人。我现在总算明白了，
那些所谓的出宫探亲，根本就是太后的谎言。她是为了保住她的太后位子，为了保住她那个怪物儿子，才把这些无辜的人骗出来，亲手喂进地狱里。姐姐，你看那龙袍，真的是皇上。皇儿，你住手！哀家是你生母，哀家做这一切都是为了你，哀家没有害你，哀家只是想救你。血玉马上就要炼成了，只要再等片刻，只要再等片刻，你就能变回人了。姐姐，太后说能救他，那什么血玉真能把僵尸变回人吗？生母若真是救他，怎会让他变成这副鬼样子？那血玉定是什么见不得光的邪物。太后，血玉炼成了，快用紫玉镇压尸王！只要以紫玉压制，再由心怀赤诚之人静心7日诵经祈福，便可逆转阴阳，让皇上尸变倒流。姐姐，诵经祈福，他为了让那个怪物变回人，竟然还要让无辜的人去冒险。皇儿，快靠过来，靠近血玉，只要熬过去，你就能变回95之尊，变回哀家的好皇儿。他不需要这种救赎。护驾，快护驾！你别过来！我是娘，我是生你养你的亲娘啊！邪术，姐姐，皇上变怪物，难道是因为邪术？别说话，听下去。皇儿，你记起来了对不对？是你想要长生不老，是你偷偷背着哀家找那些妖道炼制长生药，哀家劝过你的，哀家不让你吃，可你不听，你背着哀家服用了那邪性的禁药，才变成了这副人不人鬼不鬼的模样。哀家没有害你，哀家做这一切都是为了保住你的命，保住为了大义的江山啊！长生药，我总算明白了，全明白了。姐姐，你明白什么了？那太后刚才说的长生药，3年前的3个月前，皇上第一次异变，咱们都以为那是染了无名怪病，哪有什么怪病？那是他为了求长生不老，私下服用了阴邪的禁药，这药引子邪性，才生生把他自己吃成了僵尸。那太后这3年，太后为了保住皇家的脸面，为了他那个舍不得丢手的权位，编了3年的惊天大谎，用工人喂食，找傀儡做龙椅，他哪是什么慈母？他就是个自私透顶、视人命如草芥的疯婆子。皇儿，
停住了。就算变成了僵尸，就算被生母像畜生一样关了3年，利用了3年，他心底最后那点母子情分，到底还是没断干净。啊！妖物！你这祸乱宫廷的畜生！今日朕便替天行道，杀了你这尸王！皇儿，不要！你竟然没死！完了，全完了！大义的江山，哀家的皇儿。3年前，我还在御殿伺候他，亲眼看着他长出黑毛。3年前，我还在御殿伺候他，亲眼看着他长出黑毛，一步步变成怪物。姐姐，太可怕了！3年后，我躲在这里，看他杀了生母，亲手毁了这场骗局。绿萝，这皇宫从根上就已经烂透了。姐姐，他看见我们了，他看见我们了，跑不掉的，跑不掉的。外面全是僵尸，一跑必死无疑。不要伤害清流姐姐，要杀就杀我！他记得，他一定记得。我是那个在玉玉定发现了他应变，却从未声张，从未背叛过他的婢女。在这吃人的宫里，只有我们从未害过他，从未利用过他。姐姐，他这是放咱们走吗？是，他放我们走了。不管你是人是将，谢主隆恩。绿婆，走，立刻离开这儿，再也别回头。这一刻，他才是这皇宫里唯一的王，是所有僵尸的主宰。里面到底出什么事了？皇上呢？太后呢？太后死了，那个傀儡皇帝也死了。现在的狮王在宫里，只要你们不进去寻死，他便不会出来害人。守好这道门，你们就平安无事。我们要上报朝廷，请援兵一把烧了这鬼地方！还上报什么？跑吧，离京城越好，再也别回来了。姐姐，你看，天亮了，咱们真的活下来了。活下来了。绿萝，从这一刻起，这世上再也没有皇宫里的清流与绿婆，也没有什么伺候人的婢女。那咱们去哪儿？去江南，找个没人认识咱们的镇子，买几亩薄田，种地织布做饭。咱们要做2个最普通的女子，安安稳稳的过完这一辈子。姐姐，你说这以后，这世上还会不会再有僵尸？不知道，但就算真的还有，咱们也不怕了。绿萝，咱们有手有脚有勇气，只要命还在手里，在哪里都能活下去。
醒了，青柳，你挨了30大板，昏死快1天了。哼，还敢胡言乱语！冷宫、绿萝、江南、船夫，这是哪儿？嬷嬷，这姑娘是惊吓过度，癔症犯了。皇上呢？他变成僵尸了！宫里要出事了，快逃！姑娘，皇上只是体虚御寒，皮肤偏白，毛发重了些，根本不是什么僵尸。荒唐！宫里的流言你也信？都是下人瞎传的鬼话。不可能，我亲眼看见的，他跳着走，怕光吃生肉，尸臭遍野。那全是你挨打后昏迷时做的噩梦臆想出来的。苏微微抢你差事，你心里不服，又怕皇上，日有所思，夜有所梦。冷宫屯粮，血狱，慈宁宫血案，狮王独坐龙椅，那么真实。你昏睡前手里攥着一本民间邪书《僵尸帝王传》，全是封建迷信瞎编的。你把书里的故事和宫里的流言混在一起，做了一场长达3年的清醒梦。那绿萝呢？她跟我一起逃出来了。绿萝？宫里根本没有叫绿萝的宫女，那是你梦里编出来的伴。没有绿萝，你从昏睡到现在一直躺在这里，半步没出门。什么冷宫避难，什么僵尸围城，什么江南渡口，全是你脑子里的幻觉。原来我没逃，原来没有僵尸，没有灾难，我只是太害怕了，才给自己造了一场活命的梦。青柳姐姐，太医说你好多了，皇上龙体安好，宫里安安稳稳的。我知道了，世上本无妖，心魔自生怪。从今往后，不信邪，不忘惧，好好活着。